大家好，前几天给大家介绍过海新明的一个实验就是一个直径8厘米的笔筒外边缠绕着几十圈铜线，铜线呢是由一束4根2.5毫米粗的铜线拧制的，把一个永磁体放入到笔筒中，将上述线圈的两端搭上这个1安培12伏的直流电，大概那永磁体在笔筒中就剧烈的跳动，而其他样品放进去则不动。当时的焦点都是在这个样品动不动上面。有个网友呢叫知友28鱼，发现只有永磁体放入的时候不会打火，而其他样品放入后呢都会打火。所以我就赶紧看了一下这个视频，果然给这位知友28鱼点赞。我们重新看一下这个小测试，永磁体没有打火，再放入这个其他样品，海新明研究室的其他样品，打火了，看到吧？打火了啊！打火了。打火了，打火了。所以它后边把这样品放进去基本上都打火了。那就是样品放进去的时候呢，在这个电线接触的位置打火了，而永磁体的没有打火。所以呢，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那知乎上著名的罗老师就给了一个他的解释。罗老师对于室温超导呢有非常大的热情，而且对牛肩轧 team 非常熟悉。他在牛肩轧 team 的实验中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建议，是一个真心的导派他的分析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他分析的关键点一是呢电流的突变和电火花他分析提到电火花的形成呢需要电流的突变，这可以通过电流从0瞬间增大，或者从某个大电流值突然减小来实现。而这种突变在断路处产生巨大的电压，导致气体放电和电火花的发生。那第二呢是电感和电流的相位滞后。正常情况下电感呢会导致电流和电压的相位滞后90度，这就意味着电流的变化会在电压之后发生。然而呢在海新明的样品存在的情况下呢，可能导致电感对电流的这个电压的相位关系发生180度的这个反转，这就是电流的变化在电压之前发生。那第三呢是海新明的样品的这个磁场特性。那分析中他提到海新明的这个样品具有一种反常的磁性，这个和我们上午说的反磁性是不是有点像它可以扭曲屏蔽甚至吞噬外部的磁场，这就使得的通电线圈它这个磁场呢不是增加而是减小，甚至反向增加。这种特性就可能导致通电线圈呢成为一个加速电流突变的元件，从而产生电火花。那罗老师从专业角度提供了一个关于为什么在通电线圈中放入海新明样品时会发生电火花的这个有趣的观点。他强调了海新明的样品的特殊磁性，以及对电流和电压相位关系的影响。这种特性罗老师认为这是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当然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呢，这种解释还是基于猜测和假设的，需要有更多的实验和研究来验证它的准确性。我觉得如果抛开这个后放入样品的特殊材质仅仅从电磁特性方面，是不是也可以解释这个现象比如说永磁体放入这个线圈中，由于永磁体呢具有强的电磁性嘛，那么在线圈中的变化磁通量会感应出电动势，并且在线圈中呢产生感应电流来抵抗磁场的变化。感应电流呢会抑制接触点产生电火花，因为电流已经在线圈中循环了，不会在开闭电路时候的产生电火花。LK99 样品放入线圈中呢，由于它自身呢不是磁性材料，或者说呢没有强磁性，它不会产生感应电流来抑制这个电火花。LK99 样品可能还含有这个衡量的铁元素，或者引起这个轻微的磁性但是远不如永磁体那么强嘛，不足以产生出抑制电火花的这个感应电流。所以永磁体
不产生电火花，因为 LK99 产生电火花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没有感应电流的这个抑制作用。所以啊，样品的磁性它导致不同的感应电流，造成了后边结果。所以永磁体的强磁性产生感应电流，抑制电火花，而 LK99 呢，它没有这个效应，是吧？这后来啊，我又看了一下这个海新民的视频。我突然想到啊，有没有可能是通电接触的时候呢，是手持搭上去的？会不会因为永磁体放入的瞬间啊，这个笔筒的剧烈抖动，使得这个电流呢瞬间断开，没有来得及放电产生火花？而样品放入瞬间呢，它笔筒是不动的呀，所以这样通电时间足够长来产生这个电火花。那永磁体放入的时候呢，那笔筒剧烈抖动很厉害的，通电的位置也在动。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为啥只有永磁体放入的时候打火，而其他样品放入的时候呢不打火？因为其他样品都没有笔筒引起笔筒动嘛，是吧？好吧，我只是瞎想啊。那我已经在海新民这视频下留言了，我希望他呢能固定住笔筒后呢，再用永磁体试验一下，看看是否打火。那好吧，这个话题呢就聊到这儿，谢谢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